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复古年华系列木冬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趋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大小2个尺码，不同尺码的编织方法相同，只是针数行数不同。衣服包含后片、左右前片、袖子、包边、领子、口袋和扣子。先编织并缝合前后片及袖子，再沿着门襟和底边进行包边，接着在领口挑针织领子，然后织口袋并缝好，最后缝上扣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每个人手松紧度不同，编织织片的大小也不同，正式编织之前可以织一个密度织片，测量一下手松紧度。密度织片的编织方法有单独的视频讲解，测量完后根据视频说明调整后再编织。开始学习后片。后片是编织边起下针，从下往上片织大平针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后片分为1区和2区。1区就是不加不减编织，2区需要在两侧进行腋下减针。结尾需要在中间挖领口，两边织斜肩。注意，这款衣服全部都是用2种线材，分别取1根线合股编织的。视频只用1根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产品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另外注意，由于线材特殊，不易拆卸，建议可以先用家里的零线，跟着视频演示练习一下，熟练后再正式编织。1区是编织边起下针，大家起针前可以在开头预留1节长线头用于缝合。线头长度通常是需要缝合的长度3倍，但线头太长不太方便缝合，建议预留1米左右。后期不够再继续接线缝。这里只要预留2种线材对应的1种，具体根据图纸说明。可以将预留的长线头打结，这样不影响编织，然后再与另一种线材合并，开始起针。起针不要太紧，请看具体的起针方法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1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1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第1针起好后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
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。继续起针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四针，每次入针都是在两个线圈之间。继续编织，编起下针，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。小样起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第一行按照箭头指向看图解，也就是从右往左看，表示在正面编织。正面全部编织与图解相同的针法，空白格子表示下针，因此第一行全部织下针。现在小样第一行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二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全部织上针。现在小样第二行就织好了。依据接下来每次在正面都是织下针，反面都是织上针，从而在正面都是下针辫子的纹理，我们称为大平针。大平针的织片会有点卷，这是正常情况，后期可以熨烫一下。大家数行数时，从第二个辫子开始往上数。这里有3个辫子，一个辫子就是一行，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因此小样这里就是织了4行。最下方的辫子是起针形成的。如果辫子数不清楚，可以根据结构示意图的尺寸来编织，大家知道对应的高度即可。最后一行与图解一样，确保是在反面织完。这样一区就讲完了。一区完成后，继续织二区。二区前面的行数需要在两侧分别进行腋下减针。
然后不加不减编织，结为几行，两边通过引反织斜尖，中间进行领口减针。请先分别学习腋下减针、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以及领口减针的方法，学会后再对照图纸编织，这样后片就讲完了。我用这个小织片讲解方法，第一行开头要连续收掉几针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有几个收针符号就表示收掉几针。我这里是要连续收4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第一针可以织滑针，也可以织下针。这里我织滑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都是织下针收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收一针，继续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下一个线圈。我这里剩下2个线圈，需要再收一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下一个线圈，也就是第4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也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编织下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需要对照图纸编织，织完后将第4针也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，编织前这个线圈要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第一行就讲完了，继续织第2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开头也要连续收掉4针。先用记号扣隔开，开始收针。同样，第一针可以织一个滑针，也可以织上针。
这里我织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，继续边织上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一针，这里我们再收一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一针，也就是剩下第4针的线圈，将这一针也收掉，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也是最后这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在反面我们这一针织上针，收掉第4针。实际编织时，这一针的具体针法要对照图纸编织，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这个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，编织前这个线圈要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下来在正面收针。方法和第1行这里相同，在反面收针。方法和第2行这里相同，我再演示2行。继续织第3行，这一行开头要收掉2针，先收一针，正面要织下针收针，再织一个下针并收针。注意，当收最后一针时，要织的这一针针法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有时花样特殊，这里不一定是下针，大家不要织错。反面也是一样。现在我就收掉了2针，继续织完这一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一行开头也是收2针，先收一针，反面织上针收针，
再织一个上针并收针，这样就收掉了2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第4行。如果两侧只要收1针，方法就和前面收第1针的方法相同即可。这个就是腋下收针的方法。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1行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1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2行。第2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1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，可以发现第2行在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完成后，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，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，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，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。注意，这里有节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。同样，这个有节的划针看作1针，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一针都要织有节的划针。
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，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销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销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遇到有结的划针，当作一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销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销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遇到有结的划针，这里也当作一针织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1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1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2行，第2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
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。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这里标注的是休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
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，接着织右肩。编织前，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。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1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一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
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前片，2个前片也都分为1区和2区。1区完全相同，2区的腋下减针、领口减针以及斜肩的编织，2片都是大致对称的。大家参考后片的方法，结合对应的图解，将2个前片也分别织完。右前片起针前也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左前片不需要预留。注意，每个前片织完后，将后片对应一侧的肩部修针的线圈转移到一根棒针上，然后与前片肩部进行合并收针。注意不要弄反了。全部完成后，需要将前后片的1区缝合起来。这里属于行与行缝合。我们用后片和右前片开头预留的线头进行缝合。由于缝合距离较长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临时固定几个点，再缝，确保大致均匀。下面，请先分别学习合并收针和行与行缝合的方法，再动手操作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。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2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
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2针。这一列就是第2针，正向线圈。这2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
边缘是划针，同样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接下来学习袖子，袖子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衫。我这里同样是小码图解。先起针，片织袖边双龙纹，开头同样可以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然后往上织袖身，袖身第1行需要加针，另外两侧需要在对应的行数进行加针，这一侧是右加针，这一侧是左加针。第1行的加针方法与这一侧相同，也是右加针，并且
按照图解的加针位置，都是在下针位置加针。下面我简单演示一下这两种加针方法。大家先学习加针方法，再对照图纸编织。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个右加针，也就是先挑线圈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。再将这个线圈织一针下针，右加针完成。到了一行的结尾位置，剩下2个线圈时，先织一个左加针，也就是将这个线圈先织下针，然后挑下方第2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再织一个下针，左加针完成，最后织一个下针。袖身织完后，继续往上织袖衫。袖衫需要在两边减针，方法与腋下收针相同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结合图纸，将袖衫也继续织完。织完后，最后将所有线圈在正面边织下针边收针，全部收完断线即可。袖子织好后，用预留的线头，先将袖边与袖身侧边大致均匀地缝合起来。这里是行与行缝合，方法与身体这里相同。袖子侧边缝好后，可以先将袖子对折，袖衫中间与肩部拼接位置临时固定。这2个缝合的位置临时固定，两边再临时固定几个点，然后将袖衫大致均匀地缝到袖笼位置。缝合时方法也和前面相同，都是挑边缘的几根线进行缝合。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沿着门襟和底边进行包边，然后在领口挑针织领子，接着编织口袋并缝合，最后缝上扣子。请看我演示，我用这个小织片演示包边，包边也是用2种线材合骨编织的，我们可以用棒针编织更加方便。找到左门襟，从拐角这里开始，沿着边缘挑3针，门襟位置的挑针规律是每2行挑1针。也就是隔一行挑1针，挑边缘2针之间的位置。也就是穿入横向度线之间的洞眼。衣服的纹理可能不是很明显，可以像这样
扒开。挑针时大致即可，确保包边完成后整体上平整。第一针挑好后，我们这里跳过一个洞眼，在左侧第二个洞眼挑第二针，也就是这两针之间间隔了2根度线，继续跳过一行，挑第三针，接着在反面织3针上针，继续翻到正面，织一个并针，也就是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接着织一个下针，跳过一行，挑一针下针，然后将线圈移到右边，织一个并针，一个下针，跳过一行，挑一针，将线圈移至右边，并一针，织一个下针，跳过一行，挑一针，接下来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，一直将左门襟位置包边完成。完成后，到了底边，这里是起针的位置，大约4针挑3针，也就是每挑3针后就跳过一针。
算上拐角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相当于连续挑了3针，接着跳过一针，挑一针，这里我又连续挑了3针，继续跳过一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将前片和后片的底边全部挑枝完成，然后继续沿着右门襟挑针，一直将右门襟挑完。右门襟与左门襟挑枝规律相同，也是每2行挑一针。全部挑好后，剩下2个线圈，继续将这2针并掉。这里可以不断线，这一针就可以作为领子的第1针挑针，往后沿着领子边缘继续像这样挑针即可。领子第1行就是在正面沿着领口均匀挑枝对应的下针，挑针就是挑起边缘的几根线。枝下针挑针数参考图纸说明，具体针数也可以根据需求调整。挑好后，从第2行开始编织双螺纹，全部织完后，根据上下针纹理扶针收针。具体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收针方法，请看根据上下针纹理收针的方法演示。这样领子也讲完了。根据上下针纹理收针，一般织完单螺纹、双螺纹或桂花针后，可以用这种方法。我这里是一个双螺纹的小织片，先根据下方纹理织2针，也就是如果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这里小织片下方是连续2个辫子，因此连续织了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并挑下，这样就收了一针，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。这里是横线，
因此织一个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每次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并收针。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并收针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最后还剩一个线圈时，自行断线，按照前面的方法收好线头即可。接下来织口袋，两个口袋完全相同，都是边织边起下针，然后织对应行数的大平针，再织几行双螺纹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织完后，同样是根据上下针纹理收针。收针完成后，其中一根线正常断线，另一根线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具体留线情况，请参考图纸说明。口袋织好后，缝到两个前片上，底部距离边缘3到4厘米，距离门襟边缘7厘米左右。请看我简单演示一下具体的缝合方法。首先确定好口袋位置，可以用记号扣将4个角临时固定。固定好后，大家也可以用一节零线将整个织片缝几针临时固定。临时固定好后，将预留的长线头穿上缝针。将线对折，然后沿着这3条边的边缘进行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平整美观即可。注意织片不要缝歪了。全部缝好后，断线藏线即可。这样口袋就讲完了。最后缝扣子，扣子有3对，有扣盼的缝在右门襟一侧，
最上方一对可以紧靠着领子底部，最下方一对底部大致与口袋上方齐平，中间一对大致居中。绳子比较长，我们可以将绳子拽下来，往里面多放一点，再缝。两边预留的长度大致一样长。样品这里预留3.5厘米左右，具体根据喜好确定。另外，皮质的边缘距离织片边缘2厘米左右。下面我简单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首先将缝纫线穿好缝针，尾部打结。从绳子附近开始缝，沿着原有的线迹缝合。我们采用回针缝的方法，也就是每次返回一半左右进行缝合。这里要将绳子同时缝上去。边缝边注意线迹大致均匀，并且不要缝歪了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缝完。
小样后面缝的比较稀疏。现在我就缝好了一个。缝好后，在反面打结藏线。接下来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剩余扣子都缝完。注意，扣子的两半要大致对齐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